我说不定就未来就会变成长辈煞里面的那个长辈本人，因为我看过年轻的时候的高雄的价格，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高雄的价格你要我怎么吞嘛？你要我到时候怎么买嘛？买的时候觉得 OK， 怎么可能嘛？对啊，我就看过高雄的这个价格，像现在有很多房子的价格，我就已经不太能接受。比方说，我讲几个，刚好那个今天观众有购买我会员的观众问问题啊，我就比较认真回答嘛。他就是想要自产，然后对高雄不熟，他就贴了，这间好像很不错，3房正3房，坪数也大，而且1个月管理费只要200块，知道就知道我要讲的社区国贸那问我说这个社区好不好？因为很便宜，然后卖多少钱？国贸的4楼还是4楼国贸的4楼，他卖600多，600多，我的长辈煞就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国贸我看过250、300的现在开价到600多，我就看过250、300的然后我250、300的时候，2015、16吧，这么便宜的房子呢，它还有电梯呢。那我看过250、350的国贸现在开价600多，你要我怎么想，对不对？我会说这个还有机会还不错我说真的，我也是毛毛的。为何下卧之前不该告诉家人必知的房市心态攻略。先说结论因为你先跟他们讲，不只会让你买不到房子，还会打坏双方感情，尤其是长辈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冲一把就有头期款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下卧前不要跟家人说这件事情我当然这个标题有点偏颇了，但是就根据这个新闻来表达这件事情。标题我念一下：之前半价可以买更大，他冲促买房后悔了，网安慰以后会感谢自己。内容是这样就是一个网友分享了他的买房心路历程。他从2年之前就开始看房子2年之前新青安推出之前然后也有看到喜欢的物件，带长辈去看对，结果跟你想的一样，长辈嫌太贵了，这个叫他不要买。然后这个流程重复了4到5次，然后最后就跟长辈吵架，并且看到之前看上眼的那个物件，同一个社区已经从1800慢慢这样子涨到现在已经到2800了，最后狠下心来买，6月交屋，9月遇到打房政策，他直接心凉了一半。又听到大学同学说3年前买的房子比他更大间价格只有他的一半，瞬间他的人生觉得很绝望。这样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不止你发生过，你的朋友一定也有发生过。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子这件事情做好决定就偷偷来。我未看先猜，这个网友现在跟长辈的关系绝对是降到冰点。长辈就觉得说，你看我就叫你不要买你现在买了以后政府就打房。那网友会觉得说你当初不要拦我2年前买我现在被打房又有什么关系？这涨那么多你叫我不要买你要赔我嘛之类的你说谁错？我跟你说没有人对，也没有人错。对长辈来说，他是在保护晚辈，他真的真心发自内心觉得价格不合理所以他出于好意。那对网友来说，长辈怎样就挡到他的财路了而且让他现在买贵了。所以双方在吵架，双方都有他各自的道理，所以我会说这件事情没有对错。我之前一直建议除非你的长辈自己有在了解房地产市场，不然一律怎样先斩后奏。这个先斩后奏我之前也拍过片今天再讲一次，因为最近又看到这个新闻。那你先斩后奏2个人都没事那你尊重长辈，现在直接吵架除非长辈真的金主嘛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喜欢，然后掂量过能力可以买就买，你也不要脑冲那么觉得预售定价1068万买了3户，现在打完之后看你有没有交屋。所以你自己要衡量一下你的能力，那你这样确定就真的要买你就先上了再跟长辈讲就好了。除非你这些长辈是怎样，长辈出钱长辈是金主那你当然要让金主看一下，或是他到时候你是买来要一起住，有的没的。好，那这就是你的命你就是遇到这个情况，想办法去说服他现在的房市跟以前不一样台股都可以冲上2万点房地产怎么还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30年前的价格最后你要知道，买贵也还好买贵也没有关系。那我也想要跟这位网友讲说，你不用 FOMO 了虽然你现在看还是觉得买贵了，但是你买的这间房子是自住，
房地产在吹冷风就跟你无关了，因为你持有的时间5年起跳，你是自住5年起跳，除非遇到什么人生重大变故或什么恶邻居，不然的话你自己自住个国人平均换屋是12年，现在变短了12年，但都是远大于5年的，所以你因为房子买贵了，你是自住了，你要把房子卖掉，然后重新去租房子，然后等到这种房子腰斩之后你再来减，不会嘛？你买了就买了，就不要再管了那你就过好你的日子专注本业去赚钱，然后把家人照顾好，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你自住会很长10年20年都很正常，所以你未来遇到下一次的大涨周期几率太高了，到时候你回头看的时候叫做2024年的价格，你今年看2024年的价格，你就说干好贵，不用到20年了，你10年后2034年回头看叫2024年的价格，那不是很甜美的事情吗？政府打房会那么连打10年嘛那连打1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连续打个半年1年就要被什么凯达格兰大道在那边游行丢鸡蛋了。好，那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盖牌个2-3年也不管房地产了，不去查实价登录，不看房地产新闻取消订阅这个买房阿元，管他的那一看到就转台，这样就是让自己隔离隔绝在这个市场。你不要买了股票，天天在那边盯股票，那你就很受影响。你房地产买卖的成本那么大，买了就买了，就不要乱动了我相信你慢慢等3年以后再打开实价登录，应该是很高的几率会笑得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验证了无数次，所以 OK 啦。现在那个网友的重心最好是怎样？专注本业，然后看要不要去修复长辈的关系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下卧以前不要跟家人说。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就是一位网友2年前开始看房子，有看到喜欢的物件，然后一直被长辈打枪。长辈打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贵了终于在今年的6月狠下心来买房子，9月就遇到了这个第7波信用管制，心里觉得很那我的看法是，除非这间房子是长辈要出钱或是同住，不然我一律建议年轻人买房子先斩后奏，前提是衡量好自己的能力。你不要那边先斩后奏，然后最后再跟家人说我又买房子，你买哪间？我买了3间预售，我看你怎么交屋衡量自己的能力。因为很可能到时候你就会跟这个网友一样，房子买贵了，然后长辈的关系也搞僵了。另外我也提醒你说，就算买贵也没关系因为你自住房子持有时间会非常的久，你必然会遇到下一波大涨的浪潮，到时候你回头看只会庆幸说2024年的价格好像还不错，有点甜就这样。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盖牌，3年之内你都不要再管房地产的事情，不要看实价登录，不要看房地产新闻时间花在专注你的本业跟照顾家人上，这样就好了未来你有很高的几率会感谢你自己，只要没有发生什么莫名其妙的天灾，无法防御的东西，超大地震第3次世界大战对面打过来突然什么说外星人能占领地球什么有的没的真的遇到这件事情认了，对不对？像那个俄乌战争打起来，那个乌克兰的房贷还要继续缴嘛我说你那个战损地区不一定对不对？到时候就大家就是双手一摊，大家在研究银行在放房贷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一环所以到时候真的发生的是不可预期的风险银行自己也会吞到时候你被催着还房贷不太可能光是一个疫情光是一个金融海啸还不到战争的程度，就各种的保护房地产的措施就会跑出来了。所以要是真的未来有一天发生战争再说了真的是再说。那就我觉得说，这个磁场，这个顺心术，我这个课程，我觉得是你回到家里面，这个课程呢，回到家里面每个人都适用。有学员问我说：“老师，这个我只能给我自己吗？全家都能用，全家都能用，因为你是小孩子，也是就文昌这些全家都能用。然后再来呢，这个课程我们是预录的，所以你下载之后，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它没有限制。去对答案这样。对，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不会说哪天课不见了，就你可以重复的听，而且不限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课很值得。对，你就等于是说，你找了一个风水老师在你旁边，随时随地指导这样。对对，而且我刚才讲，我也教你了紫白飞星这个的原理，以后每一年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学问不是只有单次，学问又不能用，你这个每年都能用，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啊。那我想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刚好快要过年了。对啊，那就趁着这个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把家里的风水再调整完布置一下。
应该明年可以迎接很不错的运势哦。那关注风水的朋友请一定要去购买这一堂风水磁场顺心术课程，预购期间价格都会低于5折，那并且还可以输入优惠码，就直接输入买房阿元350就好了，就可以再折350块，我自己一定会去买哦。那希望透过我自己帮自己家调整好，帮我的租客调整好以后，大家一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钱多赚一点。好，来讲八卦。今天这集的主题标题是有比较耸动，叫买房子不要跟家人讲，好像要来个偷买，先斩后奏这样。但是这里要表达的东西叫长辈煞，有没有听过？风水上有很多种煞嘛，什么壁刀煞、穿堂煞、无为无为煞，还有一种煞叫长辈煞。长辈煞就是说，你带长辈去看房子，说你想要买，长辈就跟你说啊太贵了啊，就这样，这就是长辈煞。长辈煞阻拦了非常多件房地产的交易。长辈煞大概是房仲最讨厌的一种风水上的煞，它好像也不是风水为什么？因为好好的交易，长辈看看就说太贵了。那长辈要认为多少才可以买？他会讲一个他年轻时候的价格那怎么谈？没办法谈那长辈煞这件事情呢，我有特别去问过我的长辈我问他们怎么看待长辈煞。其实我说真的，他们也是一片赤诚，他想要保护晚辈，因为怕晚辈被当盘子敲工作已经在加班很辛苦了，你还去买那么贵的房子。他们真的是，他不是说子女要带我去看房子，他说他买好，我想一想之后，我想一个剧本我要来挡他财路，不会有长辈想做这种事啦那所以他真是一片赤诚，他就是真的认为他好心告诉你说这个太贵了。然后长辈煞的形成也非常的合理，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才多少现在卖多少？然后长辈就是属于我说的自住的人自住都住很久，就没人在管房地产的他可能开个那个汽修厂路边汽修厂那边做他的，他房子就买了，店面就买就不管了，然后就一直还房贷就这样终于过了10年20年后，有一个子女邀请他去看房子，他怎么会知道附近的真实成交价格是怎么样？他没有在关心的话，所以他都会说这贵起来了，贵很多，导致他看起来那要贵，这一斤加多少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一斤加多少钱？我举个例子新板特区，因为我们家有去看过新板特区，板桥新板特区。新板特区当初在推的时候那个什么环状线也还没有对，那个环状线是不是还没好从那个4.3大地震到现在通车了没它不是有一段就暂停营运嘛，说什么轨道歪掉。好了，回来就新板特区当时在卖的时候1坪33，这个数字我还记得，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大坪数，反正就在大圆柏正隔壁的那个社区1坪33，对1坪33，你看它现在多少？那边新的案子现在破100万好像到112那边的中古的年份也不叫很低咯，也10年以上。那边的中古现在看到85那边大坪数的豪宅也有。那我们是看过1坪33，现在这个价钱，你要当初那长辈怎么买嘛？怎么现在去买那个新板特区嘛？他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花112买当初只要30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嘛。所以长辈煞就其实他很科学，他就是这样，就是经验，长辈的经验就是告诉他说，这以前才多少，为什么现在卖多少？那在那个新板特区1坪33的时代33还35了反正就那样就那个环状线转弯会靠到的那个案子，东方富裕是不是？那个时候新板特区就叫不便宜了为什么？因为新板特区刚推出的时候，在那个附近好像府中那边1坪还在19，就下一站1坪还在19。你19对33、35，是不是33就很贵？那你要看看府中现在都多少，60-70了。对问题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过了那个年代的价格，现在的发展你买不下去了，真的是买不下去了此时在阻拦你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人性，真的是买不下去了。我说真的，我也有这个问题我说不定就未来就会变成长辈煞里面的那个长辈本人。因为我看过年轻的时候的高雄的价格，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高雄的价格你要我怎么吞嘛？你要我到时候怎么买嘛？买的时候觉得 OK，
怎么可能嘛？对啊，我就看过高雄的这个价格，像现在有很多房子的价格，我就已经不太能接受。比方说，我讲几个，刚好那个今天观众那个有购买我会员的观众问问题我就比较认真回答嘛。他就是想要自产，然后对高雄不熟，他就贴了，这间好像很不错，3房正3房，坪数也大，而且1个月管理费只要200块，知道就知道我要讲的社区国贸。那问我说这个社区好不好？因为很便宜，然后卖多少钱？国贸的4楼还是4楼国贸的4楼，它卖600多，600多。我的长辈煞就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国贸我看过250、300的现在开价到600多，我就看过250、300的然后我250、300的时候，2015、16吧，这么便宜的房子呢，它还有电梯呢。那我看过250、350的国贸，现在开价600多，你要我怎么想，对不对？我会说这个还有机会还不错我说真的，我也是毛毛的，因为我在看它那个2014、15的时候，那时候屋龄比现在减10呢，比现在2024减10呢，250现在屋龄更老价格更高，你要我怎么不戴有色眼镜去看我都开始出现那个现象了。对啊，我就看过那个社区便宜的时候。然后因为随着高雄随着重大建设，随着资金狂潮，什么有的没的这样涨起来以后我现在是实在是看那些奇怪，这个我以前在看这个社区的时候才多少现在怎么变这样？我自己也心里也是觉得所以我有很高的几率我也会变成那个长辈煞长辈本人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才几岁我都有这个感觉了。那你那个长辈也不是更跨度更夸张？以前人都结婚很早嘛，他大概20几岁就买当地的房子，然后住到现在，然后现在他已经快70了，你邀请他一起去看房子，他就拿他20几岁的房价跟你讲，这怎么讲啊？怎么讲？对啊，你看他怎么接受嘛？还有很多类似的新闻，真的，比方说还有一则新闻，我觉得这新闻很靠北，就是一位网友在迪卡拉中透露自己在外地工作，想要买房，然后他把那个买房的想法告诉父母以后。那个父母告诉他只能买透天，而且要接他们一起住，就很夸张就这个网友在哪里？这个网友在台北市工作，可是因为在南部的家人就是住透天，一辈子住透天，他就说就是要住透天，房子就是要透天才觉得叫做房子，住大楼就是要跟人家一起住就不舒服，公寓要爬楼梯不要所以就要住的台北企业透天，开玩笑，这就是长辈煞他眼里的房子才是房子。还有很多变化球，比方说年轻的小孩子台北市的小孩子那终于现在也30快40了要进入买房子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个房子怎么贵成这样，然后他比较房子的标准都是什么？他以前家里的大小，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他们住那士林嘛，我记得我没去过他家，但是据他的形容，我个人认为那个权状应该中古了那个权状应该都已经有上到70坪，才能够做出他说的什么4房什么的规划，家里的照片给我看，这样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然后再加车位，平面车位还有2颗，我认为那个房子的权状放到现在一定都会有70坪。那现在因为房子老了旧了想要换，你有没有看看？他就认为那种房子才叫房子，你知道？那种房子还要房，就是要那么大，室内都超过30坪，那个才叫房子。他也不会觉得特别，从小到大在这里长大，他怎么会觉得这很大？他就会认为说，哇，这个才叫房子。好，他用这个标准去看还得了？是不是动不动给他7000万以上？这个就是问题以前的价格，现在价格真的不一样。那你要怎么破除这个心魔呢？我个人认为也没什么好破除了。你要嘛，你就是像我一样有做那个房地产的功课，所以我大概知道说。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国贸，它现在开600多，不能否认是它依然是这一带里头有电梯最便宜。那有电梯最便宜就会有人买有人买把这个最便宜买掉，就只能次便宜，次便宜又被人家买掉，就只能次便宜价格就上去了嘛。所以上去有没有几率？有怎么没有？但是你要我买，心理障碍就会有这个问题，就会有这个现象。不会讲呢你看我刚刚描述的那个新闻有没有扯叫小朋友只能买透天。台北市的透天，这个就是很标准，他就没有在观察市场，然后就会做出这个建议，长辈煞。所以买房子自己看一看可以的话就
就你要先斩后奏，先斩后奏。你看我今天的标题叫下卧，下卧是可以退的啊，顶多中介叫你加价的时候你不要加哦。下卧是10万块，这个大家身上都有。你真的需要爸妈帮忙，没关系，你先下卧哦，先下卧，然后就死不加价啊，你就被人家禁掉了啊，被禁掉就没事了哦，就退回来了，就这样。你看我这样都在看房地产的人，而且我都研究高雄那么久的人，我现在看到高雄那样涨起来，回推我以前看过的社区，我心里也是有那个心理障碍。那你要那些都没有在观察房地产的怎么处理嘛？真的啊，跟你分享。